那在之前的视频里边呢，我们给大家讲过一个技术叫 Flow Edit， 主要是用在图片的这个编辑。那我们给的这个标题叫做用提示词直接编辑图片，这种编辑非常的有效。那我们曾经把一个美女从一个现实风格转成了一个迪士尼的风格，然后让她戴上一个眼镜，把一个穿着白裙的现代美女变成了一个穿着汉服的古装美女，把一个春天的庭院变成了一个冬天的庭院啊，所以说这个印象大家应该都比较深。那其实 Flow Edit 除了编辑图片之外呢，还是可以编辑视频的，包括我们的会员和我们的 LTXV 都是可以的啊。那么这种编辑呢，它非常的有效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讲这个技术的时候，重点突出了是没有遮罩，没有噪点，没有反采样，对吧？那所以说呢，这个技术就显得比较神秘了啊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啊，就是除了在图片上之外，那它在视频上的效果呢也是非常棒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图片编辑的效果，这是一个竹林里边的古装美女。那么我把它变成了一个美国人啊，而且呢戴上了一个深色的太阳镜。你看一下啊，整个编辑的效果是不是非常的棒？当然它整个色调上稍微有一些差别啊，但是在视频编辑这个方面来讲呢，我们说能做到这个效果呢，的确已经可圈可点了。所以说大家不要鸡蛋里挑骨头啊，那你就说这个效果是不是远超我们的局部重绘，或者是我们的 inverse 啊，就反采样或者噪声注入这样的技术。好，下边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技术啊。这个技术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噪声参与。那我没有办法给大家详细讲这个论文，我也没有详细去读，我们就把这个思路稍微的捋一下啊。那我们经常做编辑的话呢，当然是由提示词驱动的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可能最早的就碰见这样一种情况，比方说呢，我们的输入图片可能是一个猫的图片，然后呢，我们想把它变成一个狗的图片。那这是我们现实世界里边的一个例子啊，但是在机器学习里边其实就是一个原图像分布和目标图像分布啊，就这样两个事情，就是概率分布的问题。那比方说在原图像分布里边，我们是猫啊，猫呢可能有不同的颜色，对吧？你有白猫也有黑猫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有这两个点啊，大家看见斜着这两个点，这两个点呢，可能一个代表着是白猫，一个代表是黑猫。而对应的目标的呢是狗，同样有白色的狗，还有黑色的狗。那我们的噪声注入是怎么去做呢？那其实呢，我们是将两个模式啊，你可以认为是两个分布，通过噪声的模式呢，先给它 mix 起来啊，就大家看到的这个过程，先给它混合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再通过降噪，就是通过这个 diffusion 的过程，再把它分开。所以说呢，出现两个问题，第一个路径很长，第二个不太准确。你在这边也能看到红色和蓝色的点其实呢并没有完整的分开，或者分开的并不是很准确啊。而 Flow Edit 就没有这个过程啊，没有所谓的模式混合的过程。我们就是把它直接做一个变换啊，把它从原分布直接转成了什么？转成了目标分布。那这就是 Flow Edit 它的一个基本的原理啊。那我们在这儿也能看到一个图啊，它这简单的阐释了啊，在我们的反采样过程当中呢是有 noise 参与的，而我们的 Flow Edit 呢其实是尝试将这个原图像和目标图像直接做一个映射，当然映射的方法很多，比方说我们将tiger 和 cat 来做一个映射啊，当然这种映射的方式呢，大家看一下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路径。而第三步就是 Flow Edit 呢，它会找一个最优的路径啊，找一个路径最短的，这样的话呢，开销最小啊，准确率也最高。那这就是我们直观上给大家解释这个技术啊，你不用去管细致的东西啊，细致的东西我们去读这个数学公式啊，这个很麻烦啊，所以说呢，大家不要费这个劲啊，我们就大体的知道它的这个思路是什么就可以了啊。下边呢，我们就看一下，如果说你想用这个技术的话，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在 Flux 里边怎么去用了。那如果你想在这个视频里边去用的话，你会发现它这儿有一个说明啊，说这个 ConfigUI 呢已经在 Flux、LTX 和会员里边都实现了。这三个呢可能都是同一个作者啊。那这个你可以点开去看。那我今天重点去讲的就是 LTX 这个部分，大家可以打开 Flow Edit 在这个GitHub 上的主页啊，这里边也有明显的说明，大家看一下。
那我们如果 LTX 用的就是这个扩展，这个扩展呢，我们说过很多次了啊，包括我们在讲 STJ 啊，在讲反采样的时候，其实都用过这个东西啊。这个扩展呢，怎么装我就不说了啊，非常简单，因为它连一个那个 requirement 都没有啊，你直接把它荡下来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我们重点看的是这个部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叫 Flow Edit， 它这儿没有示例的这个视频啊。在这个地方 Flow Edit， 然后呢，你可以打开它的示例工作流。这个工作流呢，我们在这一个 Examples 里边，然后呢，大家可以找到这个 Flow Edit 这个工作流。这个工作流打开之后呢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下边把它打开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进到我们的 Custom Node 里边，然后呢 LTX Tricks 这里边呢 Example Overflow 啊，我们找到第一个，然后把它拽进来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工作流的话呢，我们首先调整一下这个各个参数啊。首先呢 LTX 这个你可以选 0.9 也可以选 0.91 啊，这个我们可以选 0.91。另外的话就是编码器啊，这个我还是用 FP8 的，就是这样。这儿我们需要上传一个视频啊，这样我们传一个这个。注意啊，它的分辨率是848乘以480，所以说我这儿改一下848。然后乘以480，然后这儿我们调整一下啊，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帧啊，我这儿一共就49帧，所以说我全拿过来，然后也不用 skip， 那这样就可以了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去实现编辑的啊。核心的实现编辑的节点呢，其实是这个，外加上一个它的采样器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一个 editor 的采样器，就这两个部分。这个跟那个 Flux 里边很像啊。首先呢，我们会有两个提示词，注意都是正向的。一个呢是你的原视频的提示词，一个是你要编辑之后的提示词。那你注意啊，它的帧频我们这儿需要确定一下，这儿都是24啊。它不同的地方，你说我怎么区分哪个是原，哪个是目标？当然你看连哪儿啊，这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 CFG 是不一样的啊。这个目标明显要比这个原要高啊，你看这儿是 6.5， 这儿是 3.0， 对吧？另外呢，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 editor 里边同样我们会有一个skip 和 refine 的过程，就是你要跳过多少步，然后 refine 呢其实是要用多少步来优化这个视频。其实 refine 的过程指的是和原来的那个图像啊采用相同的采样的步骤啊，这个你简单了解一下，不用详细去管这个过程。另外的话呢，它有一些固有的这个例子啊，比方说我们这儿需要有一个 modify 啊，只要用这个节点都会用到这个 modify。另外就是这儿有两个节点啊，我们在做反采样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东西啊。下边呢，我们看一下提示词呢，需要稍微的改一下啊。提示词你最好根据这个图片去改。我们根据我们之前做 LTXV 的时候呢，训练过这个提示词的生成器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生成了对应的提示词啊。下边呢，我们可以把它拷贝一下，这是原来的提示词。粘到这儿，目标我们暂时也粘到这儿。下边呢，我们稍微改一下啊。我首先呢，给大家示意一下，就是这儿呢，我们加上一个 American 啊，就是美国人是吧？我们让它带上一个深色的啊 ，dark glasses， 就这样。大家注意啊，现在呢，这两个提示词呢是有差别的。这个我强调了，他是一个美国人啊，并且戴着一个深色的眼镜，别的呢都不用去管啊。下边呢，我们直接来采样，看生成的效果。LTXV 的采样的速度还是很快的啊，我们稍等一下。现在呢正在加载模型啊，这个时间可能稍长一些，跟你的硬盘啊和内存可能会有关系啊。现在呢已经开始采样了，你看一下这个速度很快。现在呢我们就得到了对应的一个图片啊。注意啊，这个 dark glasses 好像没有完全出来，是吧 ？American woman， 哦 ，with dark hair， sunglasses 啊，我们得是太阳镜啊。这个 dark glasses 可能认为是一个黑框眼镜啊，我们再一次给它生成一下。但是你注意啊，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棒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女的变成了一个美国人，对吧？而且戴上了一个眼镜。效果非常的棒啊，非常直接，然后呢没有噪点参与，所以采样的速度非常的快。好，现在开始采样，这个效果就很明显了啊，一个美国的女人戴了一个深色的太阳镜，对吧？非常的有效果。所以说这就是 Flow Edit 在视频上的表现。
它在会员上的表现不是特别好啊，所以说你想比较直观的有一个认知的话，你可以先从 LTXV 来进行测试。下面呢我们注意一下，就是我们可以调整的参数呢，其实呢有这么几个啊，重点就是这儿，这个你可以去改啊，那么你改的这个 skip 的这个步数啊越多啊，那么它的这个修改能力就越小。比方说你可以改到4步啊，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，如果改成4步啊，也就是说我忽略掉4步，这个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啊，就是采样的过程呢，一开始是在构建这个低通的部分，就是大体的轮廓，所以说呢，你跳过去就是保证它基本形态是一样的。然后我们会在 refine 的过程或者中间的那个采样过程当中呢，去不断的做一些修改啊。那么你跳过的步数越多，那你的修改能力呢就越小啊。所以说呢，看一下这是4啊，你注意啊，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感觉呢可能会有一些降低。当然你还可以变大啊，比方我变到8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，这儿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比方你要是 skip 8，你注意啊，就在这儿啊，一下就会跳过8步去，那8步是叫什么 skip 掉的啊，所以说后边能做的操作呢就比较少啊。大家看一下，他这个头发呢其实已经越来越像这个原来这个人了啊，但是没有想到8的时候还能出现这样的效果啊。这个我们一般呢就是3或者4就行啊，官方给的是3，就按3来就可以了啊。另外还有一个可调的地方就是这个 CFG 的部分，这个 CFG 呢其实我们一般呢不会要求过多的去调啊，常用的2个数呢其实也是啊，一个是3和6，当然它用 6.5 也没问题，那你可以采用3、6、4、8或者是3、7，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里边啊，不要有太大的偏差。如果你直接跑它这个模型，就用它官方的设置就可以了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效果，这是我们的3的时候啊。好，下边呢我们换一个，我们换一个这个美女的啊，古装美女的，然后呢提示词得换啊。注意啊，这2个图片用的是一个提示词啊，我们生成的时候也是同一个提示词，所以说呢我直接用这个也行。下面这儿粘上，这儿也粘上。那同样我们做一下修改 ，American woman wearing a dark sunglasses， 戴着一个深色的太阳镜啊，然后我们同样采样生成一遍，来看一下啊，也非常的明显啊，这个变成这个嘛，注意它整个的肤色啊，然后太阳镜的部分也非常的棒啊。然后我们再试一个啊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。这个跟刚才其实同样的提示词啊，所以说别的都不用改，我们直接采样。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也非常的棒啊？我们最后再来试一个啊，试一下这个视频。提示词呢也帮大家生成好了啊，就是这个，把提示词都粘过来。同样，我这儿需要改一下啊。好，那我们采样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效果也非常的棒，对吧？特别有意思啊。那你注意啊，在我们做一些风格变化的时候呢，它可能效果没有那么明显。比方说，我现在把它改一下啊，迪士尼卡通 woman， 后边这个我们暂时先不要，就是我强调它是一个迪士尼风格的卡通的女人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它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样的。大家注意啊，就是我这样去写的话，它虽然有一些风格的变化啊，但是并不会达到我们像那个图片那个 Flow Edit 那个效果。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尤其在视频领域啊，我试了很多次，其实不能说没有变化，只能说这种修改的效果并没有对于现实人物这个来的那么直接啊，比方戴着个眼镜，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视频领域里的 Flow Edit。如果你想在会员里边去试的话呢，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扩展啊，叫会员 Loom。那它这里边呢有这个对应的工作流，专门的 Flow Edit 这个部分。我试起来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啊，也特别慢，所以说我就没有给大家当成案例来讲啊。它这儿呢，比方这儿有一个鹦鹉，它把它转成了一个猫啊，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。然后这个有一河马啊，转成了一个这是一什么呀？这是一龙嘛，是吧？这个神兽啊，我觉得也非常的棒啊。这个你可以自己试一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说到这儿啊。
我觉得这个技术不管是在图片和视频上面表现都非常的棒，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。好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